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。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，是一次动乱，其实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。来了，果然是这天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，团结起来，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，坚决维护安定团结。同学们，今天的社论是对我们全部努力的污蔑。我们不是动乱分子，我们是为人民发声的爱国者。我们站在广场上是为了正义与改革。我们在广场坚持了这么多天，多少工人、市民都来支持我们，全世界都看到了。今天他们用这篇社论来否定我们所有人的努力，否定我们作为青年的良知与担当。柴同学说的没错，我们为什么站在这里？我们是为了反对腐败，争取民主，呼吁公开透明。可他们一纸社论把我们打成暴徒，难道说他们就是腐败分子的后台？对，政府必须收回社论，政府必须向我们道歉。我这里补充一点，这篇社论不只是对我们正当诉求的羞辱，也是一次政治试探。这个时候，我呼吁大家一定要保持团结，千万不能被分化瓦解，那样就中了政府的圈套。让我们站在一起，坚定地展现我们的立场。政府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现场响起热烈掌声。天安门广场再次发生动乱，已经持续好几天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恢复秩序。日总理，学生们只是怕秋后算账，我们完全不必一味强硬，主动激化矛盾。我想我们可以考虑先退一步。这怎么能行？赵书记，这样做只会显得我们软弱，反而鼓励了那些暴徒得寸进尺。你以为撤回社论他们就会满意？你太天真了，他们会一步一步提出更多的要求。今天要对话，明天要平反，后天恐怕就要叫我们共产党下台了。一旦我们让步，开了这个口子，局势就会失控，后果你我承担得起吗？李总理，你以一输不一赌，如果一直对抗下去，迟早会出事。到那时，不是你我承担不起的问题，整个党、整个国家都承担不起。我也没说非得撤回社论，只要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，说几句好话，给他们一个台阶下。哼，几个瓜娃子有什么了不起？这么多年战场都过来了，什么大风大浪老子没见过，还能怕了他们不成？他们敢这么闹腾，背后肯定有人。社论不能撤，暂时可以不动他们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作妖。赵子阳沉默不语，眼神黯淡。深谙中共官场逻辑的他，在这一刻隐隐嗅到了权力斗争的味道。数日过去，政府始终没有回应，天安门广场上的气氛日益紧张。王丹，我们不能再被动等待了，现在同学们都很疲惫，再这样下去，士气迟早会消耗掉。是啊，你是有什么提议吗？对，我们应该设法升级行动，让政府无法忽视我们的声音。政府现在没有动我们，是因为他们还没找到借口。社论虽然做了定性，但没有实锤的证据，政府还不敢悍然镇压。一旦我们行动激进，他们就可能会借机动手。这我明白，所以我准备发起绝食，用最和平也最震撼的方式，用我们的身体唤醒人们的良知。绝食可是生死之举，非同儿戏啊！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是的，现在再等下去，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场运动自己熄火。所以我们必须行动在先，争取舆论主动。和平绝食就是我们最后的呐喊。好吧，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，我们两个人说了不算。明白，请尽快发起北高联常委会吧。通知常委们明天一早到这里开会。好的。终于还是到这一步了，不过这样的确能跟高层对上话，也不失为一个机会吧。